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决定国际金价走势的，因为黄金最近在跌，从5000多跌下来的，就很多人就跌毛了。我一再强调，黄金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产品，长期指的是5年以上才叫长期，基本知识大家要有。长期指的是5年，你5年、10年的这个周期才叫长期。你以3个月、2个月的眼光、半年的眼光来看黄金投资，你输多赢少是正常的。其次，它是一个投资，而不是投机。投资和投机最大的区别就是投资呢不在乎短期的涨跌，而投机很注重价差，它是要高抛低吸。投资和投机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，就是投资由基本面驱动，基本面说白了就是由信仰驱动，基本面它信这个东西。那投机是由涨幅决定，涨了它就跟着来了，那没有信仰，这就叫投机。所以你用投机的心态投资黄金，你容易涨30%你没卖，跌40%你就卖了，那就是昨天小 B 讲的，那还赔了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扔干货，决定黄金价格走势的，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，你就永远记住，全网没有人这么总结过，只有教父级的告诉你干东西。我告诉你，4大因素2大参考系。黄金价格就是4大因素和2大参考系决定的。4大因素2大参考系，第一个因素记住我都量化了，搂干的，美联储。决定黄金中短期价格走势的是美联储第一要素。美联储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，它干什么？它决定基础利率，就是美元的基础利息是上行还是下行，是加息还是减息。那这个会直接导致美债的收益率和美债价格的变化。所以2年期美债目前是 4.12， 也许 4.13， 我没看这2天。10年期美债已经到 4.5 以上了，直逼5而去。那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，10年期美债如果接近5，那就没有人愿意投资黄金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债在中期甚至在长期上，美债都叫无风险投资。当然这个无风险相对于黄金来说是有的，但是相对于我们人生来说，大家都愿意相信美国是不会倒的。所以这是第一大因素，美联储的鹰派还是鸽派，加息周期还是减息周期。而我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指标，就是5月22号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是鹰派的。他之前的连续3任的美联储主席4年1届都是鸽派的，量化宽松，预先降息，保美股，保经济，这是以前的美联储主席4年1任的。那么现在的美联储主席是增加利息缩表，保美元信用，他是古典经济学派。我不展开说了，我就告诉你，这个因素占权重多少？50%。就是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的基础利息走势升还是降，占黄金中短期价格走势的50%之多，就它一家独大。第二大因素是美股，美股如果蓬勃向上，就会吸收大量的游资和投机资金走，离开黄金，所以美股红火，那么黄金就会相对萎靡。美股如果跌，就会有资金进黄金市场避险。美股占多少呢？我们再量化一下，美股占10%。好了，也就是说美国的因素占60%以上了。第3是什么？第3是黄金 ETF 和黄金期货市场。黄金 ETF 市场和黄金期货市场占比重是多少呢？30%。第3大因素，黄金 ETF 市场和黄金期货市场不止美国，美国最大，但美国不是唯一。美国大概占全世界的30%到40%以上，那么其他国家大概一多半。美国个人占40%，其他国家分60%。那么除了美国 ETF 及期货市场中的重要指标是大中国区，包括香港、新加坡、台湾。大中国区黄金 ETF 和黄金期货，上海黄金期货市场影响黄金的走势的量也很大。也就是说中国人都抛黄金的时候，黄金也确实会受到压迫。那中国人都买的时候，黄金有可能是率先成长，带动全球。第3个市场就是欧洲市场，包括英国、德国。那么 ETF 和期货这个因素占比30%，由3个大市场组成，就是美国、大中国区和欧洲。那么第4个因素，也就是最后一个因素，也是最稳健的因素，就是各国央行（括弧除美国）。各国央行，因为第1个因素和第2个因素其实说的就是美国，
美国央行。那么第4个因素是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央行占的比重是10%。你就记住，不要问为什么，问为什么去看百道汇。你说中国应该超过矮，不要问为什么，记住了就行了。那么2大参照式这么正式的吗？是2大参照式是什么？也就是黄金下跌的时候到底是真跌还是假跌，有2大参照系。第一大参照系是大宗商品市场，尤其是石油。大宗商品市场如果都在跌，黄金跌也属于正常现象，都是熊市也属于正常现象，不是什么特殊的，只不过是你是鼠犬吠日，吠所怪兮，你没见过世面。这是第2大参照系，是各国货币，主要考虑的是日元、英镑、欧元、澳元、加元一回事，澳元、加元、人民币、新台币、韩元、卢比，这些土耳其里拉，这些世界主要国家前15个国家的货币，一篮子货币啊。如果他们都是牛市，那黄金应该也是牛市；如果他们都是熊市，那黄金应该也是熊市。这个衡量这个市场是否失真，是否是黑天鹅。目前无论是从大宗商品参照系看，还是各国货币参照系看，黄金并没有出现黑天鹅现象，不就是下跌了吗？哪有一直涨的？这就是黄金价格的4大因素和2大参照系，记住，永远不会变，就是100年不会变。这个就是这几大参照系和4大因素，权重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可以精准的判断黄金究竟是回调深蹲还是就崩盘了。而且现在黄金价格又不高，跌回1000以下了，那买点呗，不多买个10克50克搁家放着呗。这是一个只要是真的，你可以玩一玩摸一摸，将来你儿子给你闺女留着。跌多久不好说。美联储主席最近拿到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很支持他加息，所以应该暂时还不会涨，但是跌多久我也不敢说。